山东省高清县的陈庄村发现了一座3000年前周朝时期的袖珍古城，里面出土的文物和铭文都指向了一个人——姜太公。我们都知道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典故，那么姜太公到底是什么人？有人说姜太公是神仙，也有人说他是位奇才。中国历史上真的存在姜太公这个人物吗？陈庄村发现的这座周朝遗址会是姜太公的陵墓吗？开始之前老规矩，加个关注，点个赞。偷偷告诉大家，长按点赞2秒可以触发特效超级赞哦。这一天，划分在南水北调工程的陈庄村，因为要挖出来一条河道，正当施工人员施工的时候，突然在地下面挖出来了许多的陶瓷碎片。刚开始他们认为这些陶瓷碎片就是一些别人盖完房子没人要的房砖瓦砾，他们也就没有当回事儿。可是后面发现这些陶瓷碎片越挖越多，甚至还挖出来了好几件铜器。这个时候施工人员很快意识到自己可能挖出了一座古墓了，于是立即就上报给了当地文物保护局。很快就有一批考古队赶了过来，考古专家通过勘察鉴定发现，这竟是一座西周时期的遗址，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整个遗址占地面积更是超过了1万平方米。这一发现让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兴奋不已。如此规模宏大的古城遗址会出土一些什么罕见的奇珍异宝呢？通过考古专家们的抢救性发掘，随后出土了16件青铜编钟、8件铜鼎。除了这些青铜器以外，专家们还在这座古城里面发现了9座保存相当完整的西周墓葬。经专家鉴定，其中2座陵墓可能埋有西周的君王。只见这2座陵墓都是呈甲字形。随后专家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了这2座古墓中。最后出土的文物也没有让专家失望，在这2座陵墓中发掘出来了大小青铜器、玉器共100多件，其中出土的一件青铜弓更是让专家们喜出望外。这件青铜弓到底是什么物件，能让考古专家们如此的兴奋？原来这件奇特的青铜弓其实就是一件盛酒的器皿。这件青铜弓的上半身是一个霸气外露的兽首，尾部刻有龙王形状的花纹。然而这些并不是关键所在，最为关键的还是这件青铜弓的内侧还清晰地刻着一些铭文。当时考古专家只能看出了奇功2个大字，后来经过多个考古专家和古文字学家的试读，最后青铜弓上面的铭文才被破译。只见上面清晰地写着11个大字：风起作文足甲，奇功保尊仪。专家对这些铭文做出了解释，是一个叫风的人为了给自己的祖父齐公制作了一件这样的礼器，用来祭祀他。铭文上说的齐公究竟是谁？专家通过查阅相关历史资料发现，在西周时期能称得上是公的，指的一般都是开国的君王。在西周时期分封了很多的国家，当时的齐国就是其中的一个国家，只有齐国的第1代君王才能称为公。所以专家猜测，这位齐公一定是齐国的君王，而齐国的第1位君王正是姜太公。姜太公这个名字在各种文字史料中都有记载，在考古发掘时还是首次出现他的身影。和他同期的周文王、周武王等许多的历史人物都在甲骨文中有印证，因此有人怀疑姜太公这个人是否在历史上存在。此次青铜弓铭文中出土的齐公也是首次从考古的角度印证了姜太公的存在，这无疑是考古界中的一次重大发现。有关姜子牙的传说有许多，有人说他大器晚成，但最后却能一举成为一位惊艳整个中国的神话人物，可以说是千古第一奇人了。还有的人认为姜子牙在封神之战后就成为了神仙，有关他的传闻也变得越来越逼真，在当时有很多的老百姓都信以为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祭拜姜子牙，
有的人甚至还把那些亵渎姜子牙的人给痛打一顿。这突然让我想到如今网络上的铁粉和黑粉，其实这两者是一个意思的。慢慢的，人们开始对姜子牙这个人心怀敬畏，无限的崇拜。正是因为姜子牙有这么大的魅力，才一度被人们认为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即使是到了今天，还是依旧有人对他是人是神这个话题吵得喋喋不休。然而学术界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定论，直到专家在这座周朝遗址中发现了这件青铜弓，才有力地证明了姜子牙在现实生活中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据史书记载，姜子牙在当时还活了103岁，他之所以能当上齐国的国君，这也印证了他是一个拥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一位普通人，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是一位得道成仙的仙人。历史中的姜子牙也会生老病死，姜子牙背负3000多年的神仙光环也随之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既然姜子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他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仅仅是齐国的国君吗？我们平时对他的了解太少了，很大程度上都处在一个模糊的状态中。大多数人对他的了解可能都是从《封神演义》这部剧中知道他的。其实有关姜子牙的传奇描写有很多。据西周仅存有关姜子牙的历史资料显示，姜子牙从小就出生在炎帝神农氏的部落，在他70岁之前根本没什么存在感，后来因为沾了伯夷的光，把他封在了吕地。姜子牙后来被称为吕望、吕太公，也是由此而来的。话说传奇人物姜子牙的前半生磕磕碰碰，命运多舛，最困难的时候经常衣不遮体，穷困潦倒的生活让他吃了上顿没下顿。不甘平凡的姜子牙只能再次开始自己的流浪生涯。人家流浪都是要吃要喝的，姜子牙偏不这样做，他会运用自己的才华让老百姓施舍给他点粮食。也正是这段时间让他云游四海，结识了很多奇人异士，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很多别人一辈子都学不到的东西。也正是有了这段的积累与沉淀之后，他才能够一鸣惊人，出道即巅峰。他先是辅佐文王麻痹纣王，随后又暗地的联络其他诸侯国结盟，没日没夜地操练自己的兵马，强健自己的军事实力，双管齐下。待自己军队足够强大时，再发起猛攻。他先后用自己操练的军队攻下了密须、犬戎、遂等国，占领了商朝大部分地区。这个时候，商纣王不知道犯了什么病，竟不听朝中大臣的劝阻，执意要攻打东夷。要知道，东夷的军事实力仅次于周朝。有人说，这场战役是姜子牙一手策划的，我们也不得而知。随后，牧野之战一触即发，神机妙算的姜子牙已经开始运筹帷幄地操控全局了。面对商纣王的大军，姜子牙丝毫不慌乱，最后利用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联军，打得商纣王毫无还手之力。据史料记载，牧野之战的惨烈程度可以排进历史前10了。据说当时士兵流的血可汇聚成河流，战死士兵的尸体可堆积成山，由此可看出牧野之战的惨烈程度也是数一数二的。当然，最后的结果就是商朝战败。面对姜子牙训练出来的强大军队，商纣王所带领的士兵全军覆没，最后商纣王也是自焚而亡。姜子牙这个最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一直以来饱受争议，但不得不说，他为我们贡献了很多。就比如后来的兵法、兵书、战术等，最早的发端其实都始自齐国，源自姜太公。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五祖，就连历史著名人物鬼谷子、诸葛亮最先学习的就是姜太公的六韬。我们平时也能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姜子牙的影视剧中，绝大部分描绘都是姜子牙老年时候的形象，年轻时候的姜子牙很少能见到。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出生时家境的没落，再加上没有遇到一个好主子。不过姜太公始终勤奋刻苦地学习天文地理，学习各种军事谋略。
功夫不负有心人，姜太公到70岁终于熬出了头，当上了齐国的第1位君王。为姜太公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点赞。你对姜太公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记得长按点赞关注一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